歡迎來到少主的一檔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思陽文化出品的小比例雷電第2盒綠帝號和山岳號。盒子的包裝比之前的双腿成员要長出來一些，因為這一套裡邊的配件也比上一盒多出來不少。在側面这裡有它的組合形態，但是大家不要看這個位置啊。包括它在說明書上畫的這個變形方式是錯誤的，具體嘛，一會兒等咱們變形合體形態的時候再來說。盒子這回為什麼大一圈呢？裡邊帶了合體的大槍，因為是手臂的成员嘛，造型方面做的來說還不錯。還有腿部的2個左右的炮，最關鍵的這盒裡邊帶了10片這樣的軌道，你可以通過滑扣把它連接起来，摆成長长的2根，但都是直着的軌道。我估計是不是最後一盒裡邊会带那種彎形的軌道來把它拼接起來，就更好了。來看2款玩具的人形，個頭方面基本上都在11.5公分左右吧。如果算上背後的炮，可能超出來12公分了。這一次做說明書的可能沒太理解這個設計的結構吧，很多地方的變形不對啊，包括人形這個地方，應該翻起來這一節的小炮啊，擺在這邊。山岳號呢是在這個肩膀上，可以看一下整體的造型來說，做的體型都是非常不錯的，很匀稱。而且对於雷電這些單體角色來說，這個書包也是完全在接受的範圍之內的。巨大的肩甲頭雕做的很漂亮，面部這裡是用金漆刻畫出來的，電鍍的眼睛很閃亮。該有的可動關節這些都是沒啥問題的，阻尼感也很舒服。頭部在活動的时候吧，因為有2個巨大的肩甲存在啊，所以會有一些不太好摳，但是可以轉。手腕這裡也可以活動，胳膊肘曲臂能達到90度，腰部可以左右旋轉，但是因為合體是手臂的部分，沒有彎腰關節。前踢的話幅度非常大，小腿後面、側面這些地方都擋了起來，用板件不會顯得脫肉。屈腿90度。後踢的話，因為它這個關節是向前的一個軸啊，就沒有後踢了。側抬基本上抬個70-80度，大腿平轉。大腳是整腳的左右接地。我們也是來看一下它的變形過程。第一步，先把這個小肩炮90度折平，2個胳膊拉起來，翻到後背來。手臂的部分是隱藏收納的時候打開這個蓋子，然後把拳頭180度折疊進去。注意側面這裡還有一個卡扣。這一回的料子也是使用了那種偏韌性的帶點尼龍的材質啊，所以玩起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韌性很好。2個拳頭收起來之後，注意看這個位置，我們先把背包這2側的輪子轉上去，後邊的這2片打開，下方這裡有一個小的加長的翻板，把這個片折出來，韌性很好的。前胸板根部有雙段的關節，我們把它拉開，然後2個邊緣的夾角折90度進去，縮窄這個胸部的寬度，雙關節再往上貼，插住。翻到背包來，根部有一個燕尾扣子，我們把這個地方解鎖，車頭的位置就可以翹起来了。順着這個邊緣旋轉180度，4指放平，沒錯，變成合體形態，這個大手是一體变形出來的。然後解鎖開了這些位置，2個肩膀關節在下方這裡有2個鎖着的小片兒鈎子，把這2個鈎子揪着一點脫開，向後折疊90度。接着把肩膀順着裡邊90度折疊，然後縮進去，轉一轉這個角度啊，擰到什麼程度呢？它在前方這裡有一個扣子，把這個扣子順過來。好，擺成這個方向。接着胸口的側面再翻出2段關節的擋肉片兒。這種列車金剛避免不了這種片片。好，現在就可以把整個的腰部往下拉，雙段的關節翻折拉出来。好，上邊的車頭位置90度再回歸過來，手臂90度往下放的時候，這裡有2個插扣。剛才我們翻出來的這一面鎖上，把這一塊的導輪整個的翻開，然後順着根部這裡有一個球形關節繞過來，雙關節往後搓，在這個位置有一個燕尾的插扣，把它先锁上，然後根部的
雙段關節再往裡搓，压到这個縫隙裡面去。從這邊看一下，往裡搓，這邊的燕尾扣子釘上，然後雙段的關節夾到這個縫兒裡去。中段這裡就可以撩起來這一塊，把前後的2個片兒通過燕尾扣子對插連接在一起，但是先不要蓋。大腳先通过接地關節把它翻開90度，順着裡邊藏着的後半個導輪把它折出來，然後後腿這兒這個灰色的擋肉片兒把它翻起來，順着裡邊的 Z 字折疊縮短，小腿藏大腿，再把這一片蓋上，這片蓋上，然後導輪旋轉90度，通過這個插扣跟裡邊定住結合。腰部旋轉個180度，上方的這個蓋子通過雙關節往下翻，腿部這裡先不要插合，翻過來以後中間有一個夾着的扣子，是夾雙腿中間的一個固定點。接着翻開側面的這2塊蓋板，在收的時候啊，先翹起來一點點，讓過這個扣子，把上面的頂蓋扣先插住。另外的一側也是一樣，打開，稍微的翹起來。插住這兒，然後在雙腿夾合插扣子，同時咬住頂蓋中間結合鎖定的地方，最後中段這裡鎖下來，因為前後各有一個燕尾的鎖定點，這一邊把它完全的套住。好，這輛綠帝號的車型我們就變形完成了。整體來說的變形並不複雜，其實就是一些包片的組合羅列。但這一次我感覺材質方面跟之前差不多啊。漆面比之前的那2個有大幅度的提升，之前的那個雙腳的成员，這漆面一摳就掉了。這一回感覺這個漆上的還挺結實的，挺好。目前把玩了幾圈，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嚴重的磨損現象，而且車頭這一塊做得很漂亮，該有的細節刻畫，整個的這一面也是非常完整的。下方這裡8個小導輪可以真實的滾動，卡在軌道的邊緣上邊，推動起來也是非常舒爽的。山岳號同樣的方式變形完成，唯一的區別就是頂蓋這裡多了一個雙段關節，我們把它收過去，變成頂部的這一塊車頭造型弄出來。其實這個也是雷電這套角色所限制住的啊，它双手雙腳肯定是同模，你換誰做都一樣，無非是在車型列車形態下的一些造型刻畫不太一樣，往這個小軌道上面一擺，哎，你別說，還真挺像樣的。我記得好像日本和德國會特別喜歡這種火車的模型，他們會擺出来各種城市的場景，讓那種可以電動開着的火車在裡邊來回的環繞啊，確實那樣的微縮景觀做出來特別的漂亮。尤其火車這裡邊的導輪細節刻畫的都是不錯的。我看評論區有很多朋友們在意這個火車能不能一節一節的這樣对插起來，連成一長串，像動畫片裡邊那個樣子連起來飛天啊。但是在目前的第2盒裡邊也沒有發現連接的組件，而且我研究了一下，好像也沒有什麼能固定的位置。這個後邊看似有4個插孔啊，這其實是中間腳踝關節旋轉穿的軸。但車頭的這一塊並沒有連接的位點。接着我们来把它变成組合的手臂形態，同樣拆一下中間第一步，把這2片翻出來，打開前後2段燕尾扣子，這一塊整個的張開，然後車頂蓋，山岳號就需要拉開車頂蓋，把這一邊翹起來，裡邊藏着合體的大手，我們順着前方中段的這一塊裡邊的多段關節，把這個大手順這兒翻折個180度，把這個面板整個的折出來以後，手臂再卡住，旋轉了一圈，讓出來了這條手臂。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車頭再次回歸扣合。前排的2個導輪呢，你可以跟这樣放，也可以把它攤平貼過來。接着掰開雙腿。先打開雙腿中間的插扣啊，主要是为了突出這一節，然後往下折，脫開這個扣子，脫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塊蓋子180度翻折上去，這2條腿側邊的板子翻折下來，桿部這裡有插扣，固定一下。
最後在左側面的面板把这里插住，山岳号把顶蓋折叠回来。那说明书是让你这样去变形这条手臂，但是你看看它的结合位点在哪？而且单纯的光一条手臂，这个样子变形是不对的。我理解了一下，正常的变形应该是什么呢？翻開腿部，打開導輪，繼續從人形狀態下的樣子，把它完全的藏到大腳丫裡面去。翻起來這一片灰色的面板，往小腿內側這裡貼合，然後折疊回來。通過中間這裡的腿部是雙段的關節啊，我們把它折下來，變成這個樣子才是這一套雷電合體的正確變形方式啊。首先這一塊多出來了這個肩膀的外折關節，手肘這裡也就是人形的腰部做了一個 Z 字的下拉，增加它的活動範圍。腰部這裡的平轉，大手這個地方是全指可動的，但是這個手根部鎖住了，不能左右旋轉，只能前後這樣去翻折。連接的時候啊，應該是用這個地方兩個滑槽這樣套進去，插合。拿出之前的腿部成員，側面這裡有一個方孔，這裡邊有一個咬扣，我們把它嵌進去，咬的還是挺緊的。好，四肢擺在這裡就是這樣了。整體來說，變形難度並不高，人形和載具形態的還原度都做得非常不錯。組合形態的大手在身體裡邊收納着，一體變形出來。全件用了這種偏韌性的尼龍材質，把玩起來會更安心一些。另外，在漆面部分，我覺得相比起雙腿的成員有了很明顯的進步啊。思陽的這一套小比例雷電，嘿，這翻回來說，雷電這一套角色。就是無論官方和第三方，你看看出了這麼多，你會發現 MPG 做的是最拉的，賣的也是最貴的。日本人引以為傲的自家的電車系列啊，也是寄予厚望的一套組合。我記得當年在 Diaclone 時期，日本人就特別喜歡自己那套雷電的合體，但是呢，海堡這邊美國人沒看上，所以雷電這套組合金剛最後也沒有被編入美版的98集動畫裡邊，也是日本自己在做後續頭領戰士的時候，才把自己非常怨念的這套雷電組合加入到了變形金剛的行列裡邊。結果呢，現在做出來的確實挺不爭氣的，而現在這套小比例的產品做出來，各方面的素質，嘿嘿，大家也基本上也都看得到了啊。再加上這一整套的售價也並不貴，3盒加起來，我估計跟 MPG 單體一盒的價格差不多吧。當然之前炒起來還挺貴的，後來組合完了以後，人們發現特別拉，那一套 MPG 的雷電現在也跌價跌得挺慘的。目前身體的部分應該只是一個草草的建模，還沒有最終完成。也是僅供參考啊，但是可以看到這個體型做的還可以啊，也是看看最後一盒出來以後的素質究竟怎麼樣吧。那麼大家覺得這一回思陽文化的雙手成員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